江平同学，你这次预赛的成绩是93分，然后是全球第12名。小儿，全球第12名。小儿啊，从第1名到你，他们学校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当然以为是伪。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江平，她今年只有17岁。她呢是江苏涟水县职业中专的一名学生啊。最近江平可火大了啊，连续好几天一直霸占着国内新闻热搜榜的前几名。在刚刚结束的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的初赛中，她获得了第12名的好成绩。要知道这个比赛在全球范围内有5万多名选手参加，5万多名选手参加获得第12名，这个成绩确实是挺了不起的。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个比赛初赛的前30名选手中间，江平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子，其他全是男的。那你想想，这个消息传到江苏涟水县，这个平时不是特别有存在感的一个县城立刻就沸腾了起来。江苏涟水县等同于把它看作了是高考的状元，所以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祝福江平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有企业家就直接找到了他父亲，当场给了他父亲5000块钱奖励。你好啊！你好，你好，做红的啊！是叫江丽华吧？是江平的父亲吧？做红啊！你女儿很优秀啊，为我们宁水争得光，为我们淮安争得光。我故人送5000元钱，那个故人钱陈秀兰然后也有很多媒体的记者最近几天也云集在江苏的涟水县，找到了他父亲所在的村庄他父亲呢还有点懵，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正在地里头就是做巡逻。巡逻什么呢？因为这个季节有很多农民就点这个麦秸秆麦秸秆不是污染环境吗？所以农村现在都在搞这个巡查员，他父亲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新华社找的记者找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正在巡逻呢。新华社的记者就问他他女儿的一些情况因为此时此刻江平正在备战这次数学竞赛的决赛。这个决赛的日期呢是6月22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没几天了。所以这个时间点，他显然是不可能接受媒体采访。所以这些媒体都希望找到他的父亲，找到他的家人，来了解一些只言片语，想知道为什么江平这样一个女孩子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江平和她背后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背后的故事说起阿里巴巴的这个全球数学竞赛它的历史不是特别悠久它的第一届比赛呢是2018年，跟全球的那些著名的数学竞赛比起来，它的历史一共加起来就这么5-6年的时间2017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阿里也包括马云正是志得意满、春风得意的时候所以这一年马云宣布投资1000亿人民币成立阿里达摩院。这个达摩院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网络100名最顶尖的科学家来这里工作。首批公布的这个名单里就有3名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5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2018年的时候马云在杭州跟全世界几名顶尖的数学家一起座谈。座谈过程中间，马云就提出来说阿里如果能给全世界的数学事业做一些贡献的话，那会感到非常欣慰也就是这一年，阿里推出了全球数学竞赛。我们不是在教数学，而是用数学去培育人，用数学去思考。数学，我相信是一种非常好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让孩子成为计算的机器，也不能让孩子变成做题的机器。数学是用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具有创造力，帮助我们的孩子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数学竞赛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奖金还蛮高的，它的这个金奖的奖金呢是4万美金，当然今年调整到3万美金了，一开始就4万美金4万美金，你想想它金奖是5个名额那光这个金奖的选手就是20万美金，然后你其他的这个2等奖，然后15000美金，这个优秀奖是2000美金，所以总奖金数字一算七七八八的就快100万美元了所以你这个奖金数字在全球的数学竞赛里头算比较高的第二个特点，就这个比赛它不设门槛。你要知道全球那些著名的数学竞赛，你比如说奥林匹克数学比赛
你必须代表一个国家参加。那国家都有国家队的，国家队要选拔的，跟我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样的啊。那你业余选手，你显然是没有机会参加的啊。那么阿里的数学竞赛呢，它是不设这个门槛的，你全球任何人都可以报名。说句心里话，如果阿里巴巴的这个全球数学竞赛有门槛的话，江平这次也没有机会在这个比赛过程中间获奖。你想想，他一个中专学生是吗？哪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呢？所以这个比赛的开放性确确实实给他带来了一些别的比赛很难有的这样一种黑马产生的土壤。你不管你是一个快递小哥，还是一个刑警，还是一个大学老师、大学教授，你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这个比赛的开放性是全球的所有的数学竞赛里最高的，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就这个比赛的初赛是开卷的，48个小时的时间内你都可以做。你可以利用你所有的数学工具，你用计算机也好，你查资料也好，你用软件也好，通通都可以，不限制。反正你48个小时的时间内，你只要完成这些题就可以。但它复赛的时候，也就是决赛的时候是闭卷，这闭卷的时候8个小时的考试啊，那就不一样。所以是开卷加闭卷的结合的方式。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出题的这些人呢，出题人呢遍布全世界著名的数学院的一些数学大神啊。虽然它是开卷考试，说句心里话，人家之所以敢开卷，就是说明这个考试的题让你去查资料，你也查不到什么有效信息。因为这些题本身都不是你在什么数学题库里头能够找到的，都是这些出题人呢自己出的，这些题本身都极具挑战性，所以你开卷考试你要想考好也不容易啊。所以他这个考试啊，每年都吸引了大概5、6万人来参加这个比赛。今年江平就参加这个比赛，获得这个好成绩啊。我叫江平，今年17岁，现在是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一名学生。平时做的那些作业，我扫一眼，我觉得没有什么做的价值，我更偏向于做高等数学之类的，它会给我带来探索的欲望。我学数学的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的，我会一个人在就做那个数学题，他们不知道我干嘛嘞，他们不知道。跟其他学校比的话，资源还是挺少的，但是我平时会自己做一些了解。要说江平这次啊，之所以能够上这样的热搜啊，我个人觉得主要有这么2个因素啊。第一个，江平他是一个中专生，熟悉中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中专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是没什么存在感的。因为如果一个学生要想未来获得好成绩啊，在学术上获得发展，你得通过上高中考大学啊，你考上北大清华，这是一个正路。但中专意味着什么？中专就意味着你就基本上放弃了你的学术前景。因为对于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来讲，中专基本在学校里啊，他从事的是一个职业训练，毕业之后就直接就业了。中专生啊，过去是不能考大学的，现在呢虽然也可以考大学，但是有很多限制，你就只能考省内的特定的几所学校。所以中专生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学生都是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中淘汰下来的一批学生，都是一些不太行的，你才上中专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的学生，人家能够在阿里全球竞赛中间获得12名，那你想想这个反差是巨大的啊。第二个因素就是她是个女生，大家过去一般都认为啊，数学这个学科啊不太适合女生，因为它是个抽象思维能力啊，女生好像在这方面能力普遍不如男生。所以你想想，江平17岁，又是一个女孩子，又是一个中专学校的学生，然后呢获得这么好成绩，一下子就激发了公众对这个女孩子的强烈兴趣。因为人们的心里啊，总是会觉得这种反转系啊特别有吸引力，就是一个弱势的穷人家的孩子，通过刻苦的训练打败那些不可一世的北大清华的那些学生，这是一个好故事的题材，人们也特别愿意看。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江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次的反差性是他这个新闻能够一直霸占热搜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江平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背景呢？他为什么能取得这个好成绩呢？据现在的媒体报道啊，江平啊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啊，他是家里有2姐妹。他呢在前2年啊，参加中考的时候考了621分，这个分数啊实际上是可以上普通高中的。江平同学22年的时候中考成绩是621分，
他的这个成绩呢是能够达到了我们涟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之所以没到普通高中去就读，当时他的姐姐、他的2个要好的同学都在我们学校就读，他应该是通过他的姐姐、他的要好的同学对我们学校的这种职业教育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方面呢，他自己本人对服装专业也比较感兴趣。他为什么要去上这个涟水的职业中专呢？据说他当时已经被普通高中录取，而且都参加完军训了，又转学到了涟水中专。那是因为啊，他姐姐原先就在这个中专读书。其次呢，他有几个好朋友也在这个涟水中专读书。更何况还有一点，这涟水中专呢，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间，上中专国家有学费补贴，而这个江平他们家里头，因为就是一个农民家庭嘛，家里呢经济条件非常一般，所以这个补贴学费对他们家里头也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于是江平就放弃了普通高中的这个求学之路，就上了涟水的中专。他上了涟水县中专之后当时就表现出来对数学的强烈的兴趣。据说他第一次数学考试就考了第1名，而且分数是遥遥领先，满分150分他考了130多分。第2名呢只有40-50分的成绩为什么他们学校的这个成绩当时数学考试会这么难呢？是因为他们学校有一个老师，数学老师名字叫王润秋。这王润秋也有点来头是毕业于江苏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到了涟水中专当数学老师。他在这个数学考试过程中，就发现了江平这个学生特别喜欢数学。他就说：“老师，如果我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是跟着您一块去后续的课程内容？”我说可以一开始我是把一些高等数学教材给他自己先看看，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学习路上也是遇到了很多挫折，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有领路人的话，或许我的人生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尽我的可能来帮助他们。于是呢，他就给江平开了很多小灶让江平做一些自学，比如说学了一些那个高等数学分析线性代数什么之类的。说起这个线性代数我心里都比较疼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要学这个微积分，也学这个线性代数。我至今还记得，我上大学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挂科的就是这个线性代数因为当年我们这个第一学期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去军训，军训回来之后就学习没几天就考试了嘛，我这线性代数一下就挂科了。当然我补考还是过了，所以你要知道这线性代数多难呢。你看看我当时考上武汉大学的，我这线性代数都挂科了，人家这个17岁的女孩子线性代数都已经在全球拿名次了，所以人比人那得气死人呐。后来呢，就是个老师鼓励江平不断的去学习呢，2年的左右的时间，这江平的这个数学水平就突飞猛进了。这王润秋过去参加过这个阿里巴巴的全球数学竞赛，去年的时候他也获得了决赛的资格，好像考了160多名，决赛的时候也考了100多名，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他就鼓励江平参加这个比赛。于是今年师徒2个人一起参加比赛，其中徒弟得了第12名，而老师呢得了125名，成绩也相当不错那么这个新闻这个发布之后就引起了媒体很多人的关注也产生了很多争议。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我来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就有人说这个比赛好像是个业余比赛好像这个初赛的第12名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大家不要去高估了江平这个水平那首先我们要讲一讲这个比赛是不是一个水平不太行的比赛。我认为就是这个质疑其实没有多少道理阿里巴巴这个比赛虽然说它的历史不是特别悠久，但是我一开始讲了嘛，由于它的奖金比较高，所以它从第1届开始就吸引了很多国内水平非常高的数学大神来参加比赛。大家都知道北大不是有一个北大的伪神吗？这伪神呢名字叫做韦东奕当时他在媒体上出名的时候，就是当年他在北大的时候接受采访手里头拿2馒头，然后拿了一瓶矿泉水，眼光看着比较木讷眼中脑子里只有数学。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10级本科生，14级研究生，反正现在是老师，现在是北大老师。您为什么会学数学系这个专业呢？我就是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也是通过数学竞赛保送
那您参加是什么数学比赛？我参加过高中数学联赛，是山东省第1名，然后得了是数学奥林匹克金牌，最后保送北大。这韦东奕啊，这个从小啊，他父母啊都是大学的数学教授啊，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开始读数学啊。然后后来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了这次阿里巴巴的数学竞赛，他初赛的时候得了第46名，在决赛的时候得了金奖。后来呢，就保送到北大读北大数学系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了北大做数学系的教授啊。那你想想，这个比赛确实是含金量挺高的啊。那后来到这个去年的时候，去年的第1名啊，这个人叫曲肖宇。这曲肖宇啊，是重庆的一个孩子啊。初中的时候啊，据说他就已经开始看高等数学分析了啊。然后后来就参加奥数，那是奥数比赛。那奥数比赛很多人认为含金量高吧？去年的时候，他在参加这个奥数比赛的时候得了满分的金牌，而且在去年参加阿里比赛的时候也得了满分，也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一个满分选手。去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17岁，不但得了金奖，而且是满分。他前年的时候呢，参加阿里这个比赛的时候是得了优秀奖。那现在曲肖宇啊，也在北大啊保送去了数学系读书啊。那今年的这个预赛的第1名啊，名字叫做徐孝宇。这徐孝宇呢，也是一个北大的本科生啊。今年呢被保送直接读博。在过去啊，参加奥数比赛也是频繁的拿名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赛虽然说表面上看它没有门槛，但其实能够拿到前面名次的都不简单，都非常非常不简单。你别看前面这些人，其实在数学界都是非常有名头的。你就拿今年这个初赛来看吧，虽然初赛是个开卷考试啊，我刚才讲了，那第1名是侯孝宇，是北大的本科生。这第4名叫刘印辰，这刘印辰呢也是国家的奥林匹克比赛过程中间的选手啊。后来呢也是拿了金牌啊，现在后来就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读书啊。那你要说这前面第1名、第2名不说明问题，咱看看后面啊。那今年这个江平不是获得第12名吗？那咱看看江平后面这几名啊是什么来头啊？其中这第13名叫刘奔。这刘奔呢，现在是中科院的博士。他在18年的时候啊，他参加大学全国的数学竞赛，得了第1等奖。19年呢，参加了邱成洞啊数学竞赛，获得了金奖啊。后来也参加了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啊。他本科毕业之后呢，就到巴黎啊去留学，回国之后就到了中科院读博士生。那你想想，那肯定也是大神级的人物啊。第14名呢，这个人叫欧瑜，是奥林匹克的金牌的选手。第15名是江苏省的高考状元，叫张天一。第16名是第64届奥运奥数的这个金牌选手。第17名是2021年的福建省的高考状元。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别看这是初赛啊，别看这是一个阿里的这一个比赛啊，应该说能够在前面100名拿到名次的，个个都是一身本领，所以比赛的水平绝对是不容置疑的啊。尤其是这个刘奔呢，这由于他获得了第13名嘛，这一次呢他也火了，因为此前也没有人知道他啊，所以有人说了，第1名没人知道，但第13名一定有人知道，因为他是成了江平事件过程中最好的绿叶，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管刘奔叫刘奔13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的溢出效应啊。第2个方面就是有一些人在这2天啊就质疑啊，这江平啊可能有作弊的嫌疑。为什么呢？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个比赛它初赛呢是开卷考试48个小时，虽然说比赛啊规定你不能传题，不能跟别人商量，但是别人怎么能够监督你呢？全凭你自己的自觉了嘛。所以很多人认为，其实他这个答题的内容这个很可疑，因为你要知道，前面那些选手中间都是北大清华的那些高材生，都是经过训练的奥数选手，你一个中专学生就自学了2年高等数学，然后你就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不符合常理，更何况还是个女生啊。我呢这2天也看了看资料，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江平作弊的这种可能性啊非常非常小。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第1个方面，江平啊他就是在江苏涟水县的一个职业中专，他肯定不认识那些国家队的那些金牌教练吧？他自己的老师就是王润秋。如果他是作弊的话，那王润秋应该大概率啊是他的这个指导老师，他俩商量。但问题是，王润秋第1也参加了这次比赛，第2，王润秋的成绩还不如江平呢。那你想想，
如果王任秋跟他一起作弊的话，那王任秋怎么能够把更好的成绩给他学生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次比赛啊，实际上是开放 AI 参赛的，就是 AI 你也可以来比赛啊。如果你要作弊，你用 AI 来做，做完你抄一遍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关键是 AI 在这次比赛过程中间的最高成绩只有34分，跟人类的选手比起来还差得好远，所以他也不太可能通过 AI 来作弊。所以在我看来啊，江平这次考试过程中间能够作弊的可能性很小，更何况啊，就最近几天不是有一个江平在黑板上答题的那个画面吗？这个画面是哪来的呢？就是当时这个初赛的成绩出来之后啊，阿里达摩院的人也觉得比较吃惊，是一个中专的女学生能够考得这样的好成绩，于是就派人到江苏涟水的职业中专找到了江平，在黑板上又重新命题几道题让他去答。他答完题之后，阿里达摩院的人才确认呢，这江平的确是有一些水平，才公布了这个成绩。所以大家才能看到了江平在黑板前答题的那个过程啊。所以在我看来，江平作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有些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预赛，是一个开卷考试啊。所以这个开卷考试啊，跟这个最后的决赛的闭卷考试啊，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不光是由于开卷还是闭卷，很大原因就是开卷、决赛和初赛的这个题的类型和难度完全不同。应该说啊，它的初赛啊，基本上还是考察你的总体的数学知识，是一份卷子。但是决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决赛的题分为5个赛道，你比如说分为代数啊、几何啊、概率啊、应用计算呐、等等啊。你在决赛的时候，你要选一个自己的赛道，答6道题，然后再选一个副赛道，再答1到2道题，最后这个分数啊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你的总成绩啊。应该说到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难度会很高，所以很多人现在就说了，江平虽然说在初赛的时候得了第12名，复赛的时候很可能拿不到名次。我个人觉得啊，这种分析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这个确确实实初赛和决赛啊难度存在很大差别的，而且历史上也有很多选手啊初赛成绩非常好，到复赛的成绩就不行了。你比如说北大数学系有一个女生叫做吴清玉，她在前2年的时候初赛得了第1名，但是复赛的时候连个优秀奖都没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也正常。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选手啊，他在初赛的时候他并没有使尽全力，因为呢每年这个阿里的这个比赛啊，虽然全球有5万多名人报名啊，但说句心里话啊，你要想进入到复赛这个成绩啊，他基本上那些经常参加比赛的选手是心里有数的，因为录取的人就是600到800人之间嘛。所以像今年他的这个参加复赛的分数线是45分，你只要考到45分，你就可以进入到复赛了。所以前面有些选手是这样的啊，他在初赛的时候他不会使出全身的力气，因为他只要预估自己能够进入到复赛就可以了，到复赛的时候再全力以赴进行比赛啊。那么其实像对于江平来说，他是全力以赴的去打这个初赛，所以他初赛的时候得了第12名。但是到复赛的时候，所有进入到复赛的这800多名选手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在复赛的过程中间去比赛，所以江平未见得能拿到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可能连优秀奖都拿不到。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复赛江平能够拿到好成绩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他即便是复赛拿不到一个优秀奖，也不能证明这个女孩子啊她本身水平就不行。相比于她一个职业中专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17岁啊，然后就能够没有经过严格大规模训练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国家队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本身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虽然不能随便对这个孩子进行造神，但我觉得就她目前的成绩啊，也确确实实不容抹杀。但是也确实不像很多人这个拔得那么高。比如说有些人就建议他去申请哈佛啊，那我觉得是做不到的。是吧？哈佛大学啊，实际上对于一个学生入学的标准啊，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这些年，奥赛基本都被华裔选手、中国人都基本上给垄断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要想申请哈佛、美国的那些优秀的大学，应该说还是不够的啊。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江平这个出来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对他这个新闻特别感兴趣？大家都在认为，就是说你这个中专的这个
学校是不是埋没了一些人才啊？你看这么好的学生竟然只上了中专，在我看来，这种指责啊也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其实这个偏见啊，因为高考制度啊它是批量选拔这个人才的。所谓批量选拔，那就是说把大多数这个学习好的学生选拔到好学校，这就够了。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比赛来看，你看一下前30名的选手啊，基本上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啊，那就说明我们既定的选拔体系是有效的。江平之所以能够上新闻，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例外。那么任何机制啊，它其实都有例外。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呼吁说，这个浙大应该录取这个江平，复旦应该录取江平啊，因为按照我前面讲了，这个现在国家的这个中专的这个考试制度来讲，江平只能在高考中间参加江苏省的3所大学，什么江苏大学、常熟理工几所大学，他是没有资格考浙江大学的。但他自己挺想上浙江大学的啊。我看了一下浙江大学最新的回复说，那还是希望能够遵循正常的考试程序来。我们现在都是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你说破格或录取这种，这是涉及到正规的一个程序嘛？我现在肯定没有办法解答。那需不需要为江平这样的学生破个例呢？现在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在我看来，最好不要破例。为什么呢？因为阿里的这个比赛啊，它毕竟是一个民间比赛，这个民间比赛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不设门槛，同时呢，它也不给高考加分。如果在这个比赛过程中间给高考加分了，就可以成为直接进入浙大的这样的一个依据了。这个比赛的民间性魅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它会重新变成了那个奥数那样的比赛了。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对江平这样的学生，他如果未来要想从事数学方面的研究，现在也有路子。比如说他能上江苏大学，上江苏大学也不错啊，他的老师王润秋就是江苏大学的学生啊。如果他将来要想从事数学研究的话，在江苏大学再考一个浙江大学的研究生，那也非常不错啊。所以啊，不要轻易的为这样的例外的学生开一个例外的口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制度的严肃性。要知道高考的特招啊，这个包括那些其他的那些特殊通道啊，过去被人广为诟病，就是因为这些通道本身它是溢出了正常的常轨。我们不能看到有一个学生被冤枉了，或者说在这个体制之外表达出一些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就认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制度有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看法啊。所以呢，在我看来，我希望江平啊能够在复赛中间取得好成绩，也希望他未来能够在数学方面从事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我希望整个高考制度啊，还是不要因为这一个学生啊而轻易的做一些例外性的选择。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想再讲一个跟阿里全球数学竞赛的一个故事啊。这个竞赛在前几年的时候出过另外一个选手啊，媒体也曾经报道过。这名选手呢，名字叫做孙金元，他是来自于天津的一名专科生。他呢，学习成绩也比较偏科啊，就是因为喜欢数学嘛，所以也没有读上一个本科大学。他毕业之后呢，就成为了一个快递小哥。一转眼啊，他已经工作了5年。但是这个快递小哥啊，一直痴迷于数学，所以他每年都参加这个阿里全球数学的竞赛。但是呢，他的成绩啊没有进入到复赛，没有江平这么好啊。但我想说的是，正是由于这个比赛的开放性，你看才有了孙金元这样的选手，也有了江平这样选手脱颖而出的机会。所以啊，就这个比赛的民间性啊，是这个比赛最大的魅力之一。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想再引用一下劳东燕教授啊对这个新闻发生之后的评论。他说啊，人们之所以不屑于对江平的褒奖，不单纯于是由于他在竞赛中间取得了佳绩，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他活成了自己自由生命美好的样子，有勇气，有热爱，有蓬勃的生命力，愿意为热爱的东西不计所得的付出与坚持，突破社会所施加的各种无形的枷锁。谁说女生学不好数学？谁说起点不高的中专生不配拥有大的梦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太多无形的枷锁，有太多的有形规训。总之，就是要你服从于随大流，安于社会对你的定位。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人也会自我设限，给自己戴上纸手铐，成为囚禁自己的看守。作为自己看管的囚徒，认同自己不配有梦想，
不配痴心妄想的去追求自身地位看起来难以企及的东西。对个体而言，我们虽然难以使自己免于被社会所规训，但至少可以保有不接受规训结果的自由。也就是说，接不接受社会的规训结果要由自己来决定，不因社会对我们的定位而在心理上自我设限。你有权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也能够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句话说得真好。我觉得江平啊，他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啊，他以一个中专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他给我们很多人那些不太敢追求梦想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的最后我也想用这句话跟所有有梦想的人一起来分享，希望江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能够鼓舞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心自我的、自由的去追寻我们自己内心中的那个梦想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江平同学，你这次预赛的成绩是93分，然后是全球第12名。小儿，全球第12名。小儿啊！从第1名到你，他们学校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时以为是伟子。我们现在都是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你说破格或录取这种，这是涉及到正规的一个程序嘛？我现在肯定没有办法解答。为什么排名第1的哈佛大学能给江平机会？你一个2流的浙江大学为什么不肯为人才低头？我觉得思维特别有意思，我喜欢一步一步的，然后证明，得到我想证明的东西。因为我喜欢这个过程，让自己能够带来快乐。如果学习服装设计是我的 Plan A， 那探索数学世界便是我的 Plan B。希望我的 Plan B 也能被看见。